30天，2个手办，3台相机，我们有2324张照片，复刻了一部豆瓣9.4分的 CG 短片，用定格动画的方式来回应了《守望先锋》联赛的召唤。这部片子在当初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想很多人也应该一样，看到他出场的时候就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哪一部 CG 短片了。就仔细一想，那个热血沸腾的夏天已经是5年前了。那个时候，星球崛起、百合新生、英雄归来，每天玩的昏天黑地，岛田兄弟教科书般的喊招名场面，更是成为无数守望玩家梦开始的地方。我到现在有时候也还会记得会说，就是溜吉瓦开了库莱，溜嘎达嘎嘎达给库拉布，这些都已经印在脑子里了。唉，5年了，不多说，请先欣赏我们创作的定格魔改版的《双龙》。你敢冒死来到岛田城？你宿敌的领地，这里曾是我的家，难道没人告诉你我是谁吗？上香祭拜就代表你元氏为荣，不配说出我弟弟的名字。敵を食らう。友人の剣をくれ。只有稻田家的人才能驾驭神龙，你究竟是谁？看完这段定格版的双龙，你觉得还原度怎么样？那觉得丝滑的可以在弹幕里评论一下。那也不枉我们这1个月的爆肝。就完成一部定格动画的大电影，正常需要3到5年的时间。虽然说我们复刻的片段很短，只有1分钟，但是微缩场景、人偶道具、定格拍摄，每个领域都有无处不在的细节，还有大量的坑。即便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国内顶尖的定格动画团队蒸汽工厂的老师们来帮助我们完成这支定格双龙的制作，但是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交出一个相对精致的作品，这30天挑战真的是源源不断。首先，原始和半藏的人偶就是一大问题，毕竟定格动画一切都要靠人偶来演绎。一般的定格电影都会花长达数个月的时间来定制特殊的带有关节还有自定义表情的人偶。那我们这次为了效率，还是选择了购置成品的手办，对它来进行一个拆解和涂装但说真的，刚买来的时候，原始和半藏实在是有点惨不忍睹，和我们熟知的人物形态就完全搭不上边，塑料感太强了。那好在负责稀有制作的叶老师经验丰富，用一支直径不到1毫米的画笔，蘸着各色的模型颜料，把设定图里面图案1比1画，几乎就完全搬到了手办上面。靴子的金属光泽，肌肉的纤维质感，甚至还有盔甲的斑驳，这些观众可能不会在意的细节，也都被精心的雕琢过。哪怕是人物的发带，也都是用布料包裹锡纸还有铜片的方法来重新制作的。那只是为了在拍摄的时候能够摆出各种造型，来增加动作的真实感。那我真的超级佩服这些手艺人。如果说细节是创作者的噩梦，那叶老师就可以说是周公了。对于任何噩梦，都是2个字：拿捏。道具的设计就更离谱一些，完全从零开始，没有建模，没有3D 打印，因为太细节了，哪怕3D 打印也吃不消，全部都是手工来完成的。那我可以挑几个来聊一聊，比如弓箭做的非常巧妙，道具是用逐层打印的原理，通过一层层不同形状的 ABS 板的叠加，来形成每个零件的厚度还有造型。箭篓的制作也异曲同工，部件之间靠胶水连接，而拼接产生的缝隙则靠这些补土来进行一个弥合。那值得提的就像原式劈开的剑，我们特意做了一个放大版，因为放大了不但方便动画师来一帧一帧操作，在绿幕下面也能够呈现出更多的细节。那塑模制作完毕之后，涂装的任务会再交回到叶老师这边来进行喷漆上色，还有线条的勾勒，这样道具才算是基本的完成，才算是有了灵魂。你自找的。那再说回来，道具只是一部片子里的一小部分。那像场景这种具有大量细节的东西，在仿拍的时候就会变得特别的棘手。那去年我们制作了璃月港的微缩景观，我们花了接近2个月的时间，而且人物比例是现有手办的1/10。这次我们算了一下，想要1比1复刻 CG 里的花村，基本工期就要以年来计算。所以取舍之后，我们就只保留了双龙里面最精彩的打斗还有大招镜头，场景也主要集中在阁楼外面的这个平台上，这样会稍微简单一点。
建模是场景制作的第一步，那虽然单说结构并没有特别难，但是叶老师仅靠肉眼对比，然后半天就完成建模的速度，还是让我大受震撼。那不过建好的模型并不是用来 3D 打印的，主要是为了给手工制作提供一个正确的比例。那场景中像是地板、屋檐、墙体还有天花板，这些全都要靠场景师用木质材料手工来拼贴来组装而成。那手作不同于电脑，就即便是同一件东西，你没法复制粘贴，光是贴木条这一个动作，场景师就贴了整整2天。而场景之外的2处阁楼则是用雪肤板还有木条做出来的。那虽然整体造型做了简化，砖瓦也是打印的，但是我觉得这种优化是可以理解的，对吧？毕竟拍摄的时候它本身就是虚化的。这次背景的制作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次全新的尝试。往往我们都会采用蓝绿幕抠像的方式，或者虚拟拍摄的方式来实现整体的背景。但这次为了追求这种细腻感，好吧，我探守望先锋的画面背景你也知道太复杂了，我们 CG 真的没有预算来做了，好吧。于是我们决定手绘整一个背景，就是在巨大的画布上用油画画出 CG 里面那种晚霞、城市还有富士山。这可以说是一次非常冒险的一个尝试，因为油画反光还有不易干的特性，很有可能会影响后续的拍摄进度。而我们习惯了版绘的美术，当初上手还有点生疏，甚至还因为画的不好哭了。因为这巨大的画布和数字画板不可能一样，整体的把控非常的困难，必须要离得很远才能够判断每一次落笔的效果。但是好在通过一次次覆盖重来，还有3台风扇的狂力猛吹，最终的效果证明我们的选择没有错。灯光一打，这个气氛一下子就有了。定格动画相比别的影视创作多了一个步骤，叫做锁具。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稀有的威亚，使它能够实现跳跃或者飞行等动作设计。那锁具的制作除了稳，还要尽可能的方便后期的抠擦。那你需要根据不同的镜头设计来开发不同的定位方式。那比如说龙，因为飞在空中，而且材质半透明，所以用鱼线还有钢针来固定，就会更加合理一点。而源氏和半藏都鲜有后背示人的镜头，所以我们都采用了后定位的方式来进行固定。那通过打磨中空的不锈钢管，把它嵌入到手办自带的支撑孔，再把螺丝给攻进去，焊上这些球形关节，你就能够实现源氏和支架稳定的往下连接。而半藏，半藏制作总是要比源氏要复杂这么一点，因为它没有自己的孔，所以只能忍一下。我需要治疗。忍。在花了大量时间进行前期准备之后，我们总算是开始了定格动画的拍摄。那拍摄定格动画一般会把相机和电脑连在一起，通过 Dragon Frame 来直接控制相机的参数。那这个我非常推荐啊！其实说起来这个非常鬼畜啊，我做视频学的第一个软件不是 PR， 不是绘声绘影，就是 Dragon Frame。因为当初我用它加上我笔记本电脑的这个前置摄像头拍的定格动画，算是我第一个正经的作品。说呀，这个软件的优点就主要是它能形成时间轴来进行实时预览，而画笔工具能够用来规划人偶的运动路径，还有它动作的加速度。那洋葱皮的话，能够比较方便动画师和原片来进行对比。那上手很简单，你有兴趣可以试一试。那缺点就是有一点点贵，而且第二就是你得有耐心来拍定格动画。固定镜头其实还稍微简单一些，但假如有移动镜头的话，你每拍一帧，镜头也得跟着一点点移动。那人偶更是不用说，头、胳膊、腿，甚至身上背的剑篓、头上扎的发带，每一帧都在发生变化。那一个细节的疏忽，就很有可能会导致3-4个小时的拍摄全部从头再来。那即便我们同时开了3个拍摄区，最快的速度，我们所有人加一起，一天也只能够拍摄6秒钟。以往的拍摄会采用1拍2或者1拍3的方式来节约时间，而1拍2就是一张图停留2帧，也就是1秒拍12张图。而我们这次并没有明确1拍几，一切都是根据动作还有节奏的需要来进行灵活的调整。那需要强调速度感的打斗，那就1拍2；那像源氏挥刀劈剑的升格镜头，那你就需要1拍1的来制作。这个片子最复杂的镜头应该就是结尾的这个特效镜头，我们拍了整整4天。那就像刚才说的，这是移动机位，所以我们需要用电控摇臂，还有多轴数控轨道，加上跟焦器的组合来完成这整一个画面。
那通常路径设好以后，我们需要先拍一遍空帧，才能进行正式的拍摄。那空帧其实就是不带人偶的空镜。那因为原片是在3维软件里面完成的，所以可以无视物理空间，随意的进行虚拟摄影机的调度。但实拍不行，实拍你既要受到人偶和场景实际比例的限制，还要兼顾相机、摇臂还有穿帮，所以最终我们只能够简化调度，把后拉改成前推，焦段也没有改变。而且为了保证动作和原片一致，原饰也挪到了绿幕下面来进行拍摄。那龙的效果则在黑背下实拍的，后期一层一层把它合起来，才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之所以选择黑背，是因为像烟雾还有火焰这些半透明的物质，在黑背下抠擦，通常能够保留更多一点的细节。这个是属于难的镜头，那有一些镜头吧，难度上还好，但是你需要有些奇思妙想。那比如说半藏的手办没法实现跪坐的姿势，我们就用2个手办借位来完成了构图。那比如说原始跳到天花板的镜头没法直接仰拍，我们就通过栏目合成来实现同样的效果。那弓弦的张弛是通过长短来表现的，旗帜褶皱则是用 Z 字形的拉伸来消除的。那虽然每个问题都很头疼，过程也都充满了争论，但是那种为了一个效果而绞尽脑汁想出解决方法的成就感，真的是别的状态下很难感受到的。那虽然参与了每个镜头的拍摄，但是当我们看到经过剪辑调色还有抠擦合成之后的成片，还是被定格动画这种独特的美感所震撼。它没有 CG 这么完美，也没有这么流畅，但现实世界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呢？我感触最深的就是看着这些画面，我知道那把弓箭曾经只是一根根木条、一块块塑料板，而原始和半藏原本也只是不起眼的玩具手办，是所有人齐心协力，在以帧为时间单位的拍摄间里，花费1个月的心血，让他们活了过来。可以说，原始和半藏在现实世界里面真的走了一遭。那感谢真迹工厂的各位老师，能够乐意和我们一起来创作这么有意思的一个项目。2年前，我收到过邀请，在费城见证了旧金山震动队举起冠军的奖杯，和数千名守望玩家在同一个场馆，因为同一场比赛而心潮澎湃，这是我一生难忘的经历。选手的高光时刻，解说的慷慨激昂，局面的瞬息万变，那种电子竞技带来的振奋人心和不到最后一刻永远无法猜到结局的魅力，无不刺激着肾上腺素的飙升。上海龙之队距离他们的胜利只有1步之遥，内部在疯狂的血腥的输出，点上一根敌人禁区，他仅剩一点这个东航倒地，东航这个血量很低，自己在飘，再来一个敌人禁区，一枪 ，Lip 一个 Pentakill， 恭喜上海龙！本来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守望玩家，但是联赛让我有机会成为一位参与者，让我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我很庆幸生命中能有这么一款游戏，不仅带给我快乐，也陪伴和见证了我的成长。时隔2年，再次收到召唤，我当然一如既往必须回应。今年的总决赛将于26号上午9点准时开打，而这次捧杯的很有可能是来自于中国的战队，所以一起见证。Are you with me？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的话，请记得一键投币3连转发，这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如果你有更多想看的仿拍的话，也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告诉我们，我们会去尝试实现。那么我们下次再见。